跑得还挺快。还有钱大律师，你可算接电话了。昨天晚上你从酒吧带走那个喝醉的女人，你没把她怎么样吧？她可是你的……知道，她是原云州一把手周乐山的女儿，也是我堂兄的未婚妻。周河，你疯了吗？那是情境。周河，你爸都进去了，你还装什么清高？恋爱2年只牵手，你是心里有病还是心冷淡？像你这种木头，也就我爸爸善心还留着。要不是我爸蒙冤入狱，秦河也不敢这样跟我讲话。说到底，是想逼我主动解除婚约。爸，当初你入狱之前，拼命劝我跟秦家退婚，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什么？您的事到底和秦家有没有关系？谁啊？死丫头，打你电话为什么不接？手机坏了。坏了！我看是你脑子坏了吧？你弟弟都被抓进局子里了，你还有心思在家里洗澡？阿宗被抓了。哎呀，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你还不赶紧去局子给我捞人！姐，闭嘴，别叫我姐，丢人现眼。周小姐，你弟弟打了人，可能要面临刑事惩罚，能否通融一下，走调解程序？受害人态度非常强硬，坚决不肯和解，一定要走刑事程序。那可否让我跟对方见一面？对方已经全权委托给律师了，那他律师在哪儿？我去跟他谈谈。就在门口的那辆车里。那位律师很难搞，你自己好自为之。您好，我是周东的姐姐，关于赔偿问题，我想跟您谈谈。秦剑，怎么，周大小姐这么惊讶？你的弟弟难道没告诉你，他揍的人是你的未婚夫秦恒啊？秦大律师，咱们公事公办，周东打人是他不对，但也是秦恒侮辱人在先，他们两个都有过错。况且外人都知道两家还有婚约，传出去对秦恒名声也不好，不如和解。秦恒的名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巴不得他出去，更何况我代理秦家的案子还从来没输过。向来传言秦家两房之间关系不好，秦定作为二房之子，风头和能力都远压秦恒之上。若想让他出于颜面考虑公事私办，这条路怕是行不通。看来周小姐是真的打算把昨晚的事情当作没发生过。那是意外。到现在还不要。周河，你跟我提秦恒没用，但若是你用昨晚的事情跟我提要求，还是有用的。闭嘴，小声一点，这里是警局门口。上车。我就站在这儿谈。看来周小姐是不好意思了。我也不知道昨晚是你的第一次。你闭嘴！现在可乖乖坐好了。秦律师，请自重。自重？昨晚都做到那个地步，
我还拿什么自嘲？不管我们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现在还是秦衡的未婚妻，秦家准儿媳，请你注意我们之间的关系。周和，我知道你不甘心，但你觉得以周家现在这个情况，秦衡他还会继续这个婚姻吗？那是我们两家之间的事，趁早放弃吧。且不说他会不会退婚，就秦衡那种货色，就是个只会在窝里横的菜鸡。除了秦家大少这个身份，他算个什么东西啊？这你也看得上？那是我自己的事，就不劳二少费心了。言归正题，周宗的事，不知二少可否通融一下？当然能。可你刚才不是说……刚才是刚才，秦衡不高兴我就高兴，秦衡想让你弟弟坐牢，我就偏不让。这件事我办了，就当是送你个礼物。既然问题解决了，那就谢谢您了。那我先走了。秦律，那秦衡那边，告诉他证据不足，让他滚回去反省。傅娘儿，快快快！哎呦，我受苦了，受苦了！我看看这脸怎么肿成这样啊？妈，里面可冷了，还没饭吃。周和，你怎么办的事儿？去了这么久才回来，你弟在里面多受了好几个小时的罪，你这个姐姐怎么当的？妈，能回来都不错了，那是故意伤害。什么故意伤害？那就是小舅子和姐夫玩闹呢。你愣着干嘛呀？赶紧去秦家道谢，和秦衡联络感情。秦衡放过咱们阿宗，那就说明他心里有你，有咱们周家。我不去。别去！你爸进去了，咱们家天都塌了。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秦衡。秦家要是退婚了，咱们全家回西北风去。为了前人尊严都可以不要了吗？尊严值几个钱？要什么尊严？快去！要是不把秦衡搞定，这一切就别回来了。反了天了！周家那个妇人老弟刚进监狱，他儿子就该打我儿子，这婚必须退。伯母啊，你消消气。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怪衡哥哥心软，只是什么？我听说啊，这家里如果有人坐牢，是会影响运势的。周家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衡哥哥又见了血，我是怕周家现在沾着晦气，冲撞了咱们秦家的运势。就说最近怎么诸事不顺。夫人，周和小姐来了，说是来道歉的。他还有脸来？伯母啊，既然周姐姐来了，咱们就让她进来吧。不过这身上的晦气还是得去一去才安心。Welcome to a new day. We can take on the world. 周姐姐，你别介意啊，伯母也是为了大家好。毕竟这周伯父刚进去，衡哥哥又受了伤，这有些事情啊，宁可信其有。没错，周和，你想进秦家的门，想见秦衡，就必须跨过这火盆，把你们周家的晦气给我烧干净了。秦伯母，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受辱的。你爸进监狱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什么是耻辱。想当我们秦家的儿媳妇儿，这点规矩都不懂？是啊，周姐姐，跨个火盆而已，又不会掉块肉。除非你根本就不在乎衡哥哥，也不在乎两家的婚约啦。既然秦家
这么讲规矩。周和，装什么清高？以前你是众星捧月的长公主，可现在你就是人人避之不及的灾星。为了赖在秦家，别说跨过他，就是让你跪着爬进来，你也得照做。秦伯母，我爸虽然身陷囹圄，但一身清白。过去对秦家都有容让，但秦家那些事，他都一清二楚。你在胡说什么？我如今没有什么可顾忌的，真要扯下这层遮羞布，在云州，谁比谁难看还不一定呢。这死丫头疯了！老周那个替死鬼确实手里捏着不少秦家的把柄。以前是顾忌周和才没吐出来，要是真把这疯丫头逼急了，她回去怂恿老周乱咬一口，秦家也得跟着完蛋。不行，这婚就算要退，也得让她自己主动退，绝不能激怒她。哎呀，和和，你看你这孩子，这气性咋这么大呢？伯母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帮你聚聚晦气而已。既然你不喜欢，那就算了。走，快进屋，别在门口待着。秦律，这位周小姐可真够聪明的，都这种绝境了，还能反将秦夫人一军。这要是换成别人，恐怕早就哭着回去了。她确实聪明，知道现在的局势，唯有疯才能活。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她现在一无所有，摔得起。秦家家大业大，摔得起吗？还是秦律看得透彻。那我们现在要进去帮他解围吗？帮什么？他自己能应付。那您是？最近熬夜办案乏味，这出戏这么精彩，正好进去看看，解解乏。二少爷，你回来了。大伯母这儿还挺热闹。哟，阿静回来了呀！来，伯母这儿坐。你雪儿妹妹念叨你好久了。阿静哥哥，你回。不用麻烦了，我坐这儿就行。阿少，大伯母，你应该不介意我坐这儿旁听吧？要不是秦家长房实权旁落，我才不会容许他这个二房家的来这儿撒野。怎么会介意呢？你也是关心你堂兄吗？呵呵，其实伯母一直都很喜欢你，但是你也知道，秦衡这孩子。他不争气，浑身都是毛病，配不上你。你爸在位的时候呢，还能压得住他。现在，伯母也是怕你嫁过来受委屈。这强扭的瓜它不甜。既然大家都这么痛苦，不如放过彼此。这婚约，你看，伯母，你误会了。我和秦衡，我们两个情深意重，虽然他是有些小毛病，但是我对他情投意合，非他不可。所以，不论秦衡他有什么问题，我都会一直陪着他的。周姐姐，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豪门联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你也不看看现在周家什么光景，不懂好聚好散，非要人撵着你走，这难道就是你所谓的大家闺秀的风范？好一个自知之明啊！没记错的话，当年齐家老太病重，脑子烧糊涂了，
误把一个护工认成了女儿，那个护工就是你妈吧？那个护工就是你妈吧？阿静哥哥，我是没有周小姐做鬼，但是起码我有人格，我不会把婚姻当成趋炎附势的手段。明明知道对方不喜欢自己，还要为了利益不肯放手。如果我结婚，那我一定是因为两情相悦，一定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他。真心喜欢？是。郑小姐的真心门槛还真灵活。齐家有钱，你认清；秦家有权，你跑得勤。嘴上说着不趋炎附势，这身体诚实的赖在别人家客厅撵都撵不走。还有，别叫我哥，我妈可没在外面认什么干女。精纯洒脱，真不愧是金牌律师。这秦静今天是吃错药了。齐家可是他的大客户，平时看在齐家面子上，多少会给点脸。今天怎么把话说这么绝？雪儿，既然秦伯母走了，那我也先离开了。放开我！今天情投意合，情深意重，非他不可。你疯了！放开我！你们会看到的。看到又怎么样？正好让他们看看秦衡的未婚妻是怎么跟我两情相悦的。我错了，我都是骗他们的，没有什么情投意合，也没有非他不可。我那是为了气陆婉才说的。真的？真的。那你亲我一口。放开我！不亲就算了，那就让我多抱一会儿。行了吧，放开我！秦静，你欺人太甚！周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秦衡那个废物，自身都难保，更护不住你。秦家能和你联姻的不止他一个，既然是利用，为什么不找一个最好用的？比如我。呵，出大事了！神经内科那边炸锅了。怎么了？有个脑梗患者刚抢救无效走了。脑梗虽然凶险，但如果送医及时的话，死亡率没那么高。问题就出在用药上。听说是用了进口的溶血栓药，药效太猛，患者耐受不住，直接导致大面积脑出血昏迷，人没救回来。这种药的使用指针很严格，谁下的遗嘱？还能是谁？那位靠关系进来的大小姐郑雪呗。郑雪？当时正好是她值班，早就说这种靠戚家关系硬塞进来的半吊子，连基本药理都不熟，早晚会出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
现在家属在闹，医院高层都惊动了，这个是重大医疗事故，弄不好是要吊销执照坐牢的。不知道哪个倒霉蛋要被他拉去当替罪羊了。周医生，院长让您马上去一趟办公室。呵，没事，我去看看。院长，您找我。院长，你是不是周河让我下的？周河，家属现在闹得很厉害，院里已经决定了，也立刻停职，等待处理结果。我拒绝，那份下错的遗嘱根本就不是我开的，明明是郑雪私自修改了用药剂量，这是赤裸裸的诬陷，我绝对不会替她背这个黑锅的。周姐姐，讲话要有证据，你自己操作失误，还非要让我来背锅。周医生，做人要识时务啊！郑雪家里刚给咱们医院捐了一栋楼，也就先替他把事情扛下来，等这风头一过，院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这辈子也别想在永州再拿手术刀了。就是啊，周姐姐，你爸周乐山都因为贪污进牢的，你们周家早就名誉扫地。反正你身上也根本不差这一点，全当是废物利用了。赶紧签了字给我滚蛋吧！先生，你怎么亲自来了？虽然秦氏是咱们医院的法务代理，但是这点医疗纠纷的小事，怎可劳您大驾呀？秦晋哥哥，你一定是知道我在医院受了欺负，特地来给我撑腰的吧？周小姐，你考虑的如何？秦家能和你联姻的不止他一个，既然是利益，为什么不找一个最好用的？比如我。秦晋哥哥该不是想要看在秦家的面子上，跟周河达成和解吧？院长，不好了，卫生局领导来了，在会议室发火呢，点名让你赶紧过去。什么？哎呀，这个情况上，秦少，实在抱歉，您先走，我去就来。郑雪，你和我一块去。秦晋哥哥，我一会儿来找你。周小姐，作为律师，我有足够的耐心，但作为结婚对象，我实在无法容忍你在我和秦衡那个废物之间犹豫这么久，这让我非常不舒服。我选你。什么？结婚，你帮我摆平一切，我做你的秦太太。成交。停留在這分秒間，遺忘實際的界限。周河，你在这干什么呢？你已经被停职了，赶快滚出去，别在这按情和的演。贵人就是这样跟我当事人说话的。当事人？本次医疗事故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对我当事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伤害。具体赔偿金额，我会让我的律师团再行计算。秦律，您是说您这次来是为了接周医生这个案子？哎呀，误会了。秦律，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跟我的律师团说吧。我们是不是该签个协议啊？什么协议啊？毕竟是假结婚，各取所需，总得有个章程吧。周和，在你眼里，婚姻只是交换条件吗？当初你同意周乐山给你安排的联姻，跟秦衡结婚，也只是一种利益交换吗？所以，你对秦衡完全没有感情。和和，这婚姻呀，就是一种经济契约。我和你爸这么些年不也过来了吗？咱们需要秦家的帮助。我不需要对他有感情。在我看来，婚姻只要合适、互利，那就够了。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既然你问了，我还确实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那天晚上之后，我食髓知味，还想睡。不过你放心，我虽然想碰你，但还不至于做霸王硬上弓的事。况且，不要忘了，那天晚上是你先亲的我。那天晚上是我喝醉了。秦衡，他怎么会？妈的，贱女人居然敢不接我电话！是不是老二车？阿健，你在车里吧？别开窗！慌什么？周家已经风雨飘零，我不想再惹事端。在我和他婚约解除之前，我不想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车灯亮着，他知道我在车里。我不开窗，只会让他更怀疑，把事情闹得更……那怎么办？You reached me like a painting, mild as the sunlight. Your voice so sweet, so. 阿健啊，我还以为你自己一个人在车里闷着呢。是哪家姑娘让你这么迫不及待，连个房都舍不得开？有事吗？哼，阿健，周河那边能帮我想想办法，让我彻底摆脱他。实在不行，就想个法子，让他进绝顶，10几年牢饭。我看他还拿什么缠着我。秦姐，这姑娘身材是不错，玩玩就行了啊，可别当真。毕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进不了我秦家的门。行了，不打扰你养心了，我还要去接周可下班。秦家晚上有个晚宴，想想真是头胃疼。走了，注意安全。
秦晋，先别动。先别动。今晚秦家晚宴，大房一定会借机发难，让你难堪，逼你退婚。我知道。庙小妖风大，你自己小心点，撑不住了随时找我。记住，你现在是我秦晋的太太。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非要说的话，走好位置。就这样。因为我现在可以动了。老子让你查你就查，怕什么？出了事我兜着。我看老二刚才护那女人护得紧，十有八九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要是那个女人是个有夫之妇，老二以后可就有把柄在我手里。你猜我刚刚等你的时候遇到谁了？秦晋。我靠，你怎么知道？他来医院处理医疗事故。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你猜他刚刚在干什么？他在偷情。周恒，男人都是一样的货色，表面禁欲，背地里指不定胡乱。晚宴几点开始？切，装什么清高？周恒，你别以为自己还是不可一世的周家大小姐。我劝你啊，别再端着了，否则以后怕是连给秦晋这种当情妇的资格都没有。那就不用你操心了。走着瞧，周恒，看你还能得意多久。周恒，待会进去有点眼力劲儿，嘴巴甜一点。别以为自己还是曾经那什么周家大小姐，你现在屁都不是。秦恒，干嘛？想服软？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聒噪？一路上嘴巴讲个不停，你以为你是属蛤蟆的吗？你，陆毅，哎呀，和和你来了，来来来，快让陆毅看看。哦呦，你怎么瘦了呀？贱人！工作都要不保了，还有脸来？呵呵，虽然你爸进去了，但是我们秦家绝对不势利眼。你在陆毅心里永远是最好的儿媳妇儿。我就知道陆毅对我最好。秦夫人可真是心善，又念旧情啊。是啊，秦家可真是仁至义尽呀。可不是嘛，相比来说，周家就有些不厚道。明知现在的处境，就应该主动避嫌才是吧？居然还厚着脸皮与小婚约。要我说呀，秦夫人就是心太软，换做是我这种有案底的儿媳妇，我是万万不敢要的。这要带出门去，我这脸往哪儿放呀？谁说不是呢？偏偏有些人啊，这脸皮比城墙还厚，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这娘家都倒台了，亲爹都进局子了，还死皮赖脸的赖着秦家不放，这是把秦家当成收容所了吧？
两位太太聊得挺开心啊。怎么，我说错了吗？周和，你还以为你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周家大小姐？李太太，你给你那位姓张的健身教练在南苑小区买的大平层，李总还没发现啊？你胡说八道，血我文人啊！至于你啊，王太太，你上个月跑去我们医院妇产科做的流产手术，挂的还是 VIP 特需号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王总好像在几年前就已经做了结扎手术。那这个孩子到底是王总老来得子，还是隔壁老王？这个贱人，你敢查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名声在外，不怕拉人垫背。两位太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觉得这洗手间里的回声不够响，那我不介意用宴会厅的音响帮两位太太好好做宣传。疯子，简直就是个疯子！刚才在车上忘了问周小姐一个问题。晴晴，你疯了，在这儿堵我，被别人发现。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了？这里人多眼杂，请秦律师注意避嫌。等我和秦衡的婚约处理好，我会给你个交代的。好。尽快处理，别让我等太久。秦太太。哎呀，对不起，周小姐，我不是故意的，我带您去3楼的贵宾休息室处理一下吧。好。周小姐，其实我和周家还有一些缘分。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困难，受过您父亲的资助，毕业以后也是他安排我进秦氏工作的。周先生是个好人，我一直想找机会报答你们。哦，是吗？那还挺有缘分的。您先进去休息吧，我给您找了一条干净的毛巾。谢谢。周小姐，你干什么？老周1个月死工资18500，还完房贷还得给我妈生，连口好烟都不舍得抽，哪里来的钱资助？他一生清正廉洁，当年我进医院工作，怎么会给你开绿灯进寝室？别杀我！说，到底是谁派你的？让你把我引进来，要做什么？是秦大少爷，是秦衡，他给了我一笔钱，让我把你衣服弄脏骗上来，想办法把你打晕，放徐氏集团的徐总进来，只要他今天晚上高兴，城南的合同他就讲。徐总，
那个圈子里出了名的色鬼。秦恒，你为了利益，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既然你不忍，就别怪我不义。按照他说的做。什么？打晕我，然后去叫徐总过来。不想死，就照做。秦剑，你怎么来了？我若不来，秦太太今天打算怎么收拾？徐总，人已经在里边了，药效差不多也该发作了。今晚你就好好享用，保证没人打扰你。徐总，您高兴了，可千万别忘了答应好恒哥哥的事情啊！哎，放心，只要这个小美人合我的心，就是城南那块地的合同，好好说，好好说。这门怎么反锁了？徐总，您稍等，我让人去拿钥匙来。我本想将计就计，只要徐总一进来，我就动手。只要把事情闹大，拆穿秦恒的目的，我就能顺利退婚。现在全都被你打乱了。如果被秦恒撞见，我和婷婷孤男寡女反锁在一个房间，楼侧，去1楼接人。跳窗。你疯了？这里可是3层。这扇窗户的正下方是酒店的一个景观棚，你可以顺着爬下去。我相信你的实力。我表弟楼侧会在下面接应你。钥匙来了。周和，信我吗？大嫂，您的鞋。谢谢啊。大嫂，我今天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帮您这个忙。哎，您看，您能不能跟我二哥吹吹枕边风？哦，我这个案子，哎，真的挺着急的。您这是答应了？哎，大嫂，您放心，您跟我二哥的事啊，我绝对不会讲给第4个人听。放心。那我可真谢谢你了。大嫂，您跟我客气什么？您看，您既是我的大嫂，跟我的二哥又紧密无间，那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可是亲上加亲。您说是不是？见过脑子不好用的，没见过这么多。大嫂慢走。
秦静怎么会在休息室？那个女的是周和。秦静，你居然敢碰我未婚妻！恒哥哥，你搞错了吧？秦静哥哥怎么可能看得上周和那个贱人？人呢？周和那个贱人呢？让他给我滚出来！虽然秦家两旁关系一直不好，可大哥也不用这么着急对我下黑手吧？什么下黑手？我不过是刚才在酒会上喝多了，上来找个房间醒醒酒，你却带着外人拿备用钥匙强闯砸门。秦寒，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我的命？哎，秦少，这是你们家务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就一路过的啊。我还有约，告诉，哎，你们聊啊，你们聊。不可能，周和刚刚明明在这儿。秦衡，你在这里做什么？ We are lying, tell you the truth. Sometimes we. 我刚在宴会厅找你半天，你跑到这儿干什么？他一直都在宴会厅。不可能！我刚刚明明看到你，看到我什么？带着外人砸门，企图暗算堂弟，不知道老爷子知道该如何处理。误会，都是误会。秦静，是哥喝多了，走错房间，你别往心里去啊。下不为例。恒哥，走，我们下楼。With you, night and daytime. Happy. 周和，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走啊！哦，我刚不小心把脚崴了一下。秦衡，我们快回去吧，秦公公找不到我们该着急了。诸位，相信诸位都在等今夜晚宴的重头戏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秦家的藏品拍卖环节，希望能给各位助兴。接下来拍卖的第一件藏品是一幅名家真迹《牡丹图》，起拍价2000万。5000万。 6000万，8000万，8000万，成交！恭喜李总。看到了吗，周小姐，一幅破画8000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就叫底蕴。周和，你爸进去了，周家已经完蛋了。你现在全身上下加起来，连那幅画的画框都买不起。这做人呢，要有自知之明。你强攀秦家又如何？日后只会被人笑话。 怎么，陆阿姨这是刚知道我们周家没什么底蕴吗？明明在我爸入狱之前，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买不起的。还是作为秦家大房来说，怕承认自己势利眼，逼人退婚会遭人笑话。况且，我从来没觉得是自己强攀秦家，毕竟一开始
是我不愿意嫁进秦家，是您亲自登门拜访，给我父亲施加压力，求着联姻。难道陆阿姨连这么近的事情都忘记了？要不，我给您在我们医院里约个脑部 CT 查一查。好，你就继续嘴硬，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第二件拍品是一条顶级红宝石项链，起拍价3000万、6000万、6000万，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6000万成交。第三件拍品是一柄玉如意，起拍价4000万。秦晋，这项链是金太太的。 6000万成交，恭喜李小姐。这项链是金太太的。金太太是老周的下属，以她的工资，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首饰。最重要的是，当年我爸入狱，金太太恰好就是最关键的污点证人之一。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沉住气。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不知道。我对官官相护和官商勾结都没什么兴趣，但我对自己太太的事情感兴趣。 待会儿散场了，送你回家。我跟你们说啊，过几天我还要再买辆玛莎拉蒂呢。好。 我在门口等你。这些路灯就像老周，低头弯腰照亮云州一辈子，却没有人记得。老周，你放心。 无论多难，我一定会找到那个突破口，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还你清白。发什么呆呢？走吧，秦太太，带你回家。
秦静，你愿意帮我吗？周河，其实你刚才躲在3楼，目的并不是为了跟秦衡退婚，对吧？你是在怀疑秦家跟周乐山一案有关？我说的对吗？如果我说是的话，二少该如何处置我呢？处置？你知道的，官官相护和官商勾结，我都不在乎。但我对我太太的事情格外在意。You reached me like a painting. 手怎么这么凉？伯母啊，你慢点儿。单凭秦家大房，不可能布下那么大一个局去陷害王哲武。今晚在场的这些豪门权贵，说不定都有份。他们那光鲜亮丽的皮囊下，到底掩藏了多少见不得光呢？周河，你想不想完蛋？怎么玩？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拼命死守的秘密已经泄露了，你猜他们会是什么反应？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果然聪明，不愧是周乐山的女儿。上车。阿恒，你看那边，二房那个怎么跟周和走日近？伯母啊，您别多心了。周和现在不仅跌进去了，自己还面临着严重的医疗事故起诉，而这次代表医院起诉他的，不正是秦静律师吗？他现在肯定是在求秦静高抬贵手呢。不过秦静可是出了笔更冷血，他这次绝对跑不掉。就是嘛，既然老二接了这个案子，那这事肯定就稳了。就他那认钱不认人的德行，没道理会放过他。周和那个贱人肯定死定了。话虽如此，但我总觉得这心里不踏实。站好了，以后还是尽量少让秦晋掺和周家的事情。秦晋这小子虽然也姓秦，但是跟我们大房早就离心离德了。他的心思深不可测，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况且当年二房那场车祸，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万一他查出点什么……哎呀妈，您就是杞人忧天。他要真想查，早就查。就算他对我们再不熟，说到底也是要以秦家的利益为重。也是，
他怎么可能为一个外人与秦家决裂？我看过你父亲案子的卷宗，牵扯到他落马的相关人物，盘根错节，全都是云州最有势力的贵族。一旦你暴露自己的意图，这其中的危局，不亚于你在悬崖上面走钢丝。周慧，你确定要向他们宣战吗？我确定。你就这么笃定他是被冤枉的？这世上多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不可能，我太了解我父亲了。他这个人轴了一辈子，为云州的建设鞠躬尽瘁，连自己生病都不舍得去特需病房。像他这样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又怎么可能会做贪污受贿的龌龊事？他绝对是做了别人的替罪羊。对秦静来说，帮我毫无好处可言，他自然不愿意相信老周是冤枉我。秦律师，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你放心，我们的婚姻只是各取所需的交易。如果你担心这件事会给你惹上麻烦，你不必强行帮我。你只需要把案卷宗里的相关人员名单给我，剩下的事我自己去解决。我向你保证，无论我最后落得什么下场，都不会牵扯上你半分。怕被你牵连。周和，你未免也太看不起我。比这棘手10倍、100倍的案子，我都接过。你觉得我会怕云州那帮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东西啊？我不怕云州的势力，我怕的是你这副随时要跟别人鱼死网破，把自己当成筹码的疯子状态。向我保证，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查到任何线索，都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不许擅自行动，更不许一个人去拼命。这不光是作为盟友的相互信任，更是你作为秦太太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我答应你。名单上有3个人，第一个，秦家大房陆婉；第二个，是你父亲相交多年的至交好友，云州建工集团董事长费新昌；第三个，是你父亲之前最信任的秘书兼心腹魏文耀。费叔叔和魏伯伯，这怎么可能？他们可是我父亲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人，往往捅刀子最深。不过这份名单都是根据卷宗里的资金流向和证词轨迹排查出来，并不能100%保证他们都参与了诬陷你父亲。但这3个人一定藏着把你父亲送进监狱的真凶。周豪，准备好，开始狩猎。当然。陆夫人，魏秘书，你们也都收到这封该死的匿名邮件了吧？
不是，这什么人在装神弄鬼啊？这是。当年这件事儿，咱们做了天衣无缝，把所有账目都推到了周局身上。现在他人在里边，怎么可能会有这份所谓的秘密名单留着？我跟你们说啊，当年我可是周局的贴身秘书，如果这份名单曝光出去，咱们可都得完蛋！住嘴！你慌什么？当年你出卖老上司，在海外买房子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如此害怕呢？陆夫人，魏秘书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年周乐山那个老狐狸轴得很，如果他要是在禁欲之前给自己留了一手，把咱们3家的利益输送证据给藏了起来，你说给咱们发秘密邮件的人会不会是他那个女儿周和？周和。如果名单是在他那儿，他早拿警局或者市纪委给他老子翻案去了，还用得着在这里发匿名信虚张声势？你的意思是，给咱发邮件的人是在诈咱？不，我相信确实有这份名单。当年周乐山走投无路，他唯一信任的只有自己的家人，而这份匿名名单绝对还在周家，很有可能是在周和或者是戚倩的手上，只不过他们自己没发现。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绝对不能让周和先找到名单。既然知道东西在哪儿，那就好办了。别忘了，秦衡和周和的婚约还在，那他就还在我的掌控之中。至于你们两个，给我盯紧了周和和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周宗，只要发现名单的下，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回。谁要敢在这个时候给我掉链子，陆夫人放心，如果真要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有死才会保守秘密。哟，周医生，你不是已经被停职调查了吗？怎么还有脸来医院晃悠？事情还没查清楚，处分没下，我为什么不能来？我不接受莫须有的罪名。周和，你该不会真以为秦家二少会看在秦家的面子上再放你？我告诉你，秦家大房这次一定，说不定还能早点送你去牢里，让你们父女俩在里面团圆呢。你要干什么？郑雪，懒得理你不代表我好欺负，穷寇莫追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大不了我拉着你一起下地狱。周和，简直是个疯子！和和，快，你弟弟在急救室，他被人打了。姐，你可算来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回家的路上，突然被几个蒙面人给围了，上来就打，他们太恐怖了，一边打还一边逼问我要什么名单。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名单，他们还不信。要不是我跑得快，今天就没命了。那些人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看来是真的心里有鬼。你这个时间不应该在学校上课吗？怎么会在校外被人打了？
周总，你是不是又逃课不务正业啊？那些课我都会了，就想溜回家打2把游戏。我的宝贝儿子，你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好不好啊，鑫哥？哪个傻强盗干的？周和，你没看到你弟被人打成这样，你还在这教训他？要不是你不争气，没能拴住秦恒的心，我们母子俩至于落个到处受人欺负的下场吗？更没用的败眼狼！阿姨，你讲点理行不行？这都什么年代了，您还这么重男轻女？周宗今年20了，是个1.8米的成年男人，不是3岁小孩。他自己逃课在外面惹了事挨了打，您凭什么怪在周和头上？家里出了事，和和一个人在医院拼死拼活的撑着。周宗呢？他怎么就不能争取一点力气来，非得指望他姐姐？说白了，您就是想扣着周和嫁进秦家，卖点秋容，好给您这个宝贝儿子铺路吗？你个死丫头！我们周家的事儿哪轮得到你管？妈，够了。关月，你先出去吧。走，总总，咱们回家。这破医院不待也行，妈回家给你炖汤补补啊。不行，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学校上课。现在家里是最危险的地方，周宗这个蠢货一旦回家，随时可能没命。只有封闭管理的学校才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你也太没有人性了吧！你亲弟弟被人打成这样，你让他回学校上课？哎呀，你也太冷血了吧你！他的脑部 CT 检查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只是头皮轻微擦伤，流血量都不到2毫升，不需要缝针，更没有脑震荡。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学校上课，最近没有我的允许都不准回家，听到了没有？妈，算了，我还是回学校吧。周和，我当初真不应该生你。我要不是意外怀了你，我更不会嫁给你爸，受这份罪。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查到任何线索，都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这不光是作为盟友的相互信任，更是你作为秦太太必须要履行的义务。秦律，对方的法务团队咬得太死，如果这个条款，会议暂停，全部出去。喂，秦晋，没打扰到你吧？秦太太主动给我打电话，我随时有空。出什么事儿了？是这样，今天周宗在校外被人蒙头打了一顿，对方逼他交出名单，我没让他回家。我觉得现在家里应该已经被盯上了，反倒是实行封闭式管理的学校更安全一些。我这么做，你做的对，学校里人多眼杂，他们不敢乱动手。那就好。别怕，交给我。我会让楼策带几个身手好的兄弟，以安保的名义混进学校，暗中保护周宗。至于周家附近，我也会派人24小时盯着，不会让他们得逞的。秦晋，谢谢你。谢什么？秋荷，
你今天做得很好。遇到危险，没有自己一个人去拼命，而是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你遵守了约定，我很开心。前略，今天在路上堵截周东少爷的那批人，底细已经查清了，带头的是徐氏集团的人，指使他们动手的是徐氏集团的总裁徐明成。徐明成，这3只老狐狸为了撇清关系，当然不会直接用自己的人，他们是借了徐明成这个蠢货的手来投石问的。徐总，人已经在里边了，药效差不多也该发作了，今晚你就好好享药，保证没人打扰你。徐总，您高兴了，可千万别忘了答应好好哥哥的事情啊！哎，放心，只要这个小美人合我的心，就是城南那块地的合同嘛，好说好说。昨晚敢打我太太主意，我还没来得及收拾他，今天又动我小舅子，我看他是活腻了。这个时候做得不好，听到没有？自家滚！谁找的毒呢？秦二少，不知秦二少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徐总贵人多忘事啊！昨天在秦家3楼休息室，兴致那么高，想碰谁呢？哎，误会！你看，真是误会。秦二少，昨天是秦恒非得把他未婚妻送给我做交易，但是你也在场，二少，您看到了，我连周小姐的面我都没见到啊！周小姐，错，是秦家少奶，二少奶奶。错，是秦家少奶奶，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你不光动了我夫人，还动了她弟弟，罪加一等。秦二少，虽然你打官司很厉害，但是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吧？你说是我干，证据呢？更何况秦家大房也得给我徐某人几分面子。今天带着这么些人强闯我的公司，是不是有点太无理了？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这可是我的公司，行行不成？徐总说笑了，我是律师，向来遵纪守法，怎么会做公然行凶那种蠢事呢？只不过顺手把你300多张不雅照以及包养情妇的转账记录发了出去了。看看时间，这会儿徐太太和记者应该快到。你说什么？弟弟，你是老婆，徐明成，老婆，徐明成，吃软饭的畜生，拿着老娘的钱在外面养狐狸精啊！你还要不要脸脸？来人！没有老婆，没有走！你老婆，我错了。田律，
徐氏集团的丑闻一经爆出，股价开盘即跌停，各大合作方纷纷解约，银行也开始抽贷了。徐明成身败名裂，徐太太家那边也停止了扶持，恐怕这辈子都很难再东山再起了。徐明成不过是个被人推出来试探的蠢货，他一倒，陆婉和费兴昌那帮老狐狸一定会有所察觉，增派人手，不仅是周宗的学校，还有周和的母亲那边，也要派人24小时盯着，绝不能让这帮人狗急跳墙，拿他的家人做文章。明白，情侣，我马上安排下去，绝对保证二少奶奶家人的安全。哦，我知道了。出什么事了？医院那边出事了，那起医疗事故的家属闹到医院去，以自杀威胁医院，严惩二少奶奶。自杀？是，患者家属已经完全疯了，纠集了一大帮人堵在普爱科闹事，一口咬定是二少奶奶害死了患者，现场快要失控了。掉头，去医院。是。大家都安静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就是草菅人命的黑心医生周和，他的医术根本就不精，全靠他那个汤饭的爹找关系进的医院。现在把我女儿治死了，不仅不赔钱，还仗着他和未婚夫的关系，找到云州的顶尖律师，给我们这无权无据的老百姓啊！原来还是走后门进来的关系户，这种人怎么能配做医生呢？这你看你还在呀！再努力一点！医生，我欺负你们！且不说医嘱并不是我下的，过去的半个月里，你们一分钱都不肯出，全都是我和我朋友自掏腰包替他垫付的 ICU 抢救费。这上面都有缴费记录和签名，到底是谁在吃人血馒头？你们放屁！周医生医术精湛，我穿越3省慕名来找他做的主刀，我的命就是他救的。对，周医生可是从来没有收过红包，你们这帮畜生，少在这里血口赔人！骗你！我给你劈了，给我女儿偿命！我给你劈了！변함없이 가들 같은 곳을 향해 소리 없이 도는 시계바늘 자라 我只是想要个公道，我没想真的杀人啊！在直播呢，正好，我是秦氏律所的秦静，全网作证。你们聚众寻衅滋事，骚扰我无辜的当事人，外加持械伤害他人身体，意图故意杀人。若是不让你们牢底坐穿，我秦氏律所的招牌倒着写。
怎么了？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刚刚离异的母亲，只是想吓唬人而已，是你自己主动迎上去受伤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李家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跟他们讲道理没用的，这只是一种心理战术。只有见了血，事情的性质就变成了刑事犯罪，而且还有直播作证，只有这样才能暂时将这帮疯狗吓退，避免舆论进一步扩散，造成更大的骚动。心理战术，如果控制不好力度，伤到要害怎么办？即便这是在医院，也有可能会没命的。晴晴，我谢谢你愿意帮我，但我请你在帮我之前，能不能先照顾好自己啊？你在担心我？你在担心我？那你呢？在考虑别人之前，有好好保护自己吗？你先别乱动，我先帮你把伤口包扎好。我徘徊现实和梦境，想念的声音换不来你一个体贴。这世界竟然能长情，用时间证明你是我情绪的谜底。这世界失去了色彩。好看吗，秦太太？如果你实在把持不住自己，我也不介意现在就向你履行婚内义务。你别乱动，受了伤还不老实点。花开到土里，遇见你生命，不必来之情。晴晴，你干什么？这里是医院，随时会有人进来的。你别动，疼，你压着我伤口，抱一抱就不疼了。他是在跟我撒娇。Like a painting, mild as the sunlight. Your voice 秦太太， so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whispers even 要不 too sweet. 我们先把证领了。 There's no comfort greater. 呵呵，我刚下擂台手术，听说普爱根那边有家属闹事还动刀子了，你没事吧？糟糕糟糕，一定是连载手术做太多，低血糖出现幻觉了。刚刚跟和和抱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怎么可能是情侣？和和向来最守规矩了，现在10个毯子，他也不可能玩这么大。
去搞未婚夫的堂弟呀？对，肯定是幻觉。我靠，不是幻觉，秦律师，那真的不是故意，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求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一马，千万别杀人灭口啊！看到也没关系。其实，你可以把我和周和的事情说出去，越多人知道越好。周和，你疯了！你跟秦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知道秦衡那个王八蛋对不起你，你要想报复他，我举双手赞成。但就算你要找野男人，也不能去惹秦晋呐。秦晋那是什么人？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这种人可不是你能随便招惹的，你会被他玩死的。哎呀，月月，我不是为了报复秦衡，我是认真的。我跟秦晋，我们俩要订婚了。我操，周和，你挂着大房未婚妻的名头，染头桥跟二房领证，你这是要肩挑两房啊！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医院门口等你，接你下班。不用，太麻烦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乖乖出来，你母亲和周宗那边，我已经派保镖过去全天暗中保护。至于你，作为秦太太，你的安全必须由我亲自来保护。那好吧，那你等我一会儿。还说不是我想的那样。秦晋哥哥，你怎么来了？我下午刚听说普外科有家属闹事，你怎么能为了周和去挡刀子呢？周家现在带衰，晦气得很。秦晋哥哥，你以后不要再为了恒哥哥去管周和的闲事了，免得沾了晦气。秦晋哥哥，你下周六有空吗？我生日宴会，你到时候来参加好不好呀？你就这么放秦晋鸽子？他眼神都快要杀人了，你作死可别带上我啊！我和秦晋现在还是未公开的关系，要是被郑雪那个大嘴巴知道，肯定传遍整个云州。在我婚约彻底解除之前，还是避嫌的好。难道又是那些人？秦晋，你喝多啦？你怎么进来的？刚刚是钥匙啊。
你哪来我们家钥匙啊？我有我自己太太家钥匙，很奇怪吗？秦晋，你这就有点变态了吧？还是说你以前经常趁我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来？周和，你才是那个卑鄙的人！你睡了我，吃干抹净，现在还不打算负责了，是不是啊？我什么时候说不负责了？哎，起来！哎，秦晋，你好重啊！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啊？周和，我是一个传统的男人，你夺了我的清白，就要对我负责到底，你明白吗？对不起，对不起，好了好了，到底发生什么了，让你喝这么多酒？今天在医院门口，你为什么要躲着我？看到别的女人跟你丈夫搭腔，还凑那么近，你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是说郑雪啊？你怎么能做到毫无反应的？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就走。在你心里，我真的一点危机感都不配有吗？这个在商界和绿界杀伐果断，令人闻风丧胆的活阎王，喝醉了跑来发酒疯，竟然是因为吃醋了。这个男人出乎意料的有些可爱。周和，你笑什么？是不是被我说中了？你是不是打心底压根就不打算跟我结婚的？秦晋，我们先领证好不好？你真的愿意跟我结婚？我可是从来都不骗人的。秦大律师，现在心情有没有好点？那你亲我一口，我就信。只说就亲一口嘛，你要把我勒死！那我明天就带你去见我母亲，好不好？明天？我明天下午去好不好？我明天上午想去监狱见一趟老周。好。爸，你怎么样？还好吗？我挺好的，你们还好吧？前几天秦晋来监狱看我了。秦晋？他来做什么？他说让我好好待着，他会帮我翻案的。秦晋为什么不告诉我？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给你提起过，当年在秦衡求娶你之前，其实秦晋也登门跟我求娶过你，而且不止一次。秦晋早就求娶过我，怎么可能？秦晋心思太深，不是个善茬。你听爸一句劝，你别再查了，也别再趟这趟浑水了。爸也不想翻案了，爸只希望你和你妈
还有阿宗，能在外面安安稳稳地活下去。爸，您当年为什么那么执意让秦衡跟我联姻？因为秦衡背靠秦家，有权有势，最重要的是他没脑子，容易拿捏。呵呵，父母之爱子，则位极之深远。爸是想帮你找一个后半生的安稳依托。爸，你太理想化了。秦衡他在外面早就已经有私生子了，他之所以想娶我，也是看上了咱们周家的权势。这样的人怎么能靠得住呢？你知道这些，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不是我不早说，而是您压根就不了解我，您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只有自身强大，才算是真正的有所依靠。所以，您的案子我查定了。当年在秦衡求娶你之前，其实秦静也登门跟我求娶过你，而且不止一次。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未婚妻，云州中心医院普外科医生。阿姨好。你今年多大27岁。父母是做什么的？我爸现在在监狱，我妈是全职太太。她叫周和，是周乐山的女儿。我没记错，周乐山的女应该是秦衡的未婚妻。现在是我的了。秦静，你疯了吗？你竟然撬了自己堂哥未过门的未婚妻，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你就不怕被外人戳脊梁骨？怕什么？这不是我们老钱家的传统吗？兄弟二人共侍一妻，怎么？你们老一辈龌龊肮脏的事做尽了，反而见不得我们小辈有样学样了。我告诉你，你们两个的婚事，我不同意，秦家也绝不会同意。婚姻自由，您不同意，可以不来参加我的婚礼；秦家不同意，整个秦家都可以不来参加。只要新郎新娘到场，任何因素都不会影响婚礼的进度。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我知道，你刚才是利用我们的婚约，故意气你母亲的。不过这本就是协议分内的事，我也没什么好生气的。只不过，你没有必要被上一辈的事困住，也无需向我解释什么。周和，你听好，我想娶你，只是想娶你，跟其他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半点关系，更不是为了报复大方，或是气我母亲。锦锦，你有的时候真的会给我一种错觉。错觉？你这副认真的样子，会让我误以为你跟我结婚
是真的对我有好感。好感算什么？周和，我对你从来都是……你的伤口是不是该换药了？前面路口掉头，去趟医院吧。我带了钥匙，去医务室，我帮你重新处理一下，免得发炎。不用去医院，回家换。回家？回哪个家？当然是回我们的家。秦太太，我们现在属于事实婚姻，自然要跟自己的丈夫住在一起，这是婚内义务。你当时让我签协议的时候，你可没说要住在一起。我说了，我的原话是你要做好秦太太，而这件事的本身就包括跟自己的丈夫同床共枕，履行夫妻义务，这是基本常识啊。秦晋，你根本就是在钻空子玩文字游戏。秦太太，纠正一下，我没有在玩文字游戏，在合同法里，这叫做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归本人所有。坐稳了，秦太太，我们回家。你今天去监狱探监，情况怎么样？当年在秦衡求娶你之前，其实秦晋也登门跟我求娶过你，而且不止一次。出什么状况了吗？没什么，就是我爸，他不愿意我再调查下去了。这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不想连累你罢了。不过你也不必在意，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那份名单还有背后的真相，我一定会帮你调查到底。如果到最后调查结果出来了，跟秦家大房乃至于整个秦家都参与了诬陷我爸这件事，你还会……我说过了，我只对自己太太的事情感兴趣。秦家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伤口愈合的挺好的，但是还是得注意保护伤口。你晚上是不是没吃饭？我去看看冰箱里还有什么，给你做点东西吃。是有点饿了，但不是肚子。我看秦太太最近压力好像很大，要不要接吻缓解一下？就像那天在酒店一样。
秦先生，我承认那天晚上在酒店确实很解压，但那天是我喝醉了，神志不清醒。现在我很清醒，也不想再越雷池半步。如果只是协议婚姻，却要做这种事，那跟肉体交易有什么区别？你也不用紧张，我刚才的提议，看你好像压力有点大，想帮你放松一下而已。这件事儿，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了。你要是不想，那就算了。不过，周和，我不管你如何界定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但夫妻的关系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明白。我对自己人向来还不错，所以你也无需有心理负担。那我先去洗澡了。到底是哪里不对？他这都能忍住不睡我。喂，I just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a special rendezvous. 谁呀，这么扫兴？ And all that he can do. I checked in at reception, put my hat to my lap. And when 安静 he walked in, 给我安静点啊！把音乐给我关了。喂，二哥，你这么晚找我，是不是我那个棘手的案子有了什么重大进展？你尽管吩咐。楼策，我问你，您尽管说。你平时都是怎么勾引女人的？啊？二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您不会为了我那个案子牺牲这么大吧？别废话，我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您可以试试卖惨装可怜，女人嘛，心软，最吃这一套了。秦静，怎么了？我眼睛里好像进东西了，你帮我看看。眼睛睁不开了，你帮我吹一下。秦静，你是不是想睡我？你是不是想睡我？原来你眼睛里真的进东西了，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想睡我，
我也故意用这么直的眼睛装可爱。于是，秦家二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我帮你撑着。 발자국을 따라가며 도착한 곳에 우린 어떤 모습일까 춤을 추겠지 你没误会，我就是想睡，但又怕吓跑你，所以你就让我得逞这一次，好不好？ 静静，轻一点，你的伤。你让我多吻一会儿，我的伤就好得快一点。 关灯吗？嗯。睡不着吗？有点。周和，你对我印象是不是很差？ 为什么这么说？我在云州的风评，我很清楚。外界都传我含着金汤勺长大，性子高冷，生人勿近。还有行事狠戾，阴毒。他对自己风评的认知倒是十分清醒。其实我不是高冷，我只是不太会笑。天生冷酷脸？不是，是小的时候，只要笑就会挨打。我爸他不喜欢我笑，只有弱者脸上才会总是堆着笑。可是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一直不笑？所以我小时候总是挨打。婆婆，你要减减肥，女孩子就得瘦，男孩子才应该多吃肉。你爸那点死工资都不够买2斤排骨，倒是知道给你加肉。切！静静，其实我对你印象一直都很好。就比如今天的事，原本你可以袖手旁观的，我不信你帮我，仅仅是因为这是我的事，所以没有必要去在意那些流言蜚语和打压。哪怕我们身处无边的黑暗，
也要自己做自己的光，绝对不能先向那些想毁掉我们的人先低头认错。我叫周和，我爸叫周乐山，林州没有人不认识他。如果你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可以找我爸，我爸一定可以帮你。就算身处无边的黑暗，我们也要做自己的光，不要向那些想毁掉我们的人低头认输，吃个糖活下去。周和，你知道吗？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说。喂，亲亲，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老宅，还有带上你那个未婚妻，马上。秦爷爷，周姐姐明明是恒哥哥的未婚妻，现在却跟秦晋哥哥走得这么近，这传出去，周家的脸面孔往哪里搁呀？阿健，听你大伯母说，你和周家丫头早就在一起了，有这回事吗？有。从最开始想求娶她的，本来就是我，是大伯母带着大哥横插一脚。准确的说，我一直在有意设局，是他不知不觉掉入局中。爷爷，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我这一身伤，就是昨天下午秦晋派人下的黑手。恒哥哥都伤成这样了，秦晋哥哥，你为了抢走周姐姐，这下手也太狠了吧！啊，家法！秦爷爷，动用家法之前，您不妨先看看这个。秦王口口声声说是别人抢了他的未婚妻，可明明是他出轨在先。不仅在外面包养小三，还有了私生子。这就是你们大房所说的约主跟里面吗？这不是真的！秦恒哥哥，你不是说你心里有我吗？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儿子又是谁的？是。我是出轨了，那又怎么样？是他不让我碰，我总不能为这种女人一辈子守身如玉吧？就是，爸，是这个女人她一直端着，才逼得我儿子去找别的女人。要是靠她，我们秦家大房什么时候才能延续血脉呀？够了！干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你们还有脸说？滚！滚呐！阿姐，阿恒有错是一回事，但你不讲伦理，抢夺堂哥的未婚妻，败坏家风，
一句不可饶恕。家法必须执行。周家丫头，你跟我来。我不去。放心，一切有我。来吧。周家丫头，秦家水深，不是你该趟的。你今天虽然拿出了阿恒的把柄，但如果真想在秦家站稳脚跟，靠耍小聪明是不够的。秦爷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秦家耍什么小聪明，我只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秦恒他配不上我，我也绝对不会被任何人拿捏。这丫头一身傲骨，遇事沉着冷静。阿恒那个废物的确不是，或许阿静与他才是真正的良配。准确的说，我一直在有意设局，是他不知不觉掉入局中。邢太太，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心疼是心动的开始。不愧是拥有最终解释权的男人。偏偏當失去，才念舊不懂情愛原因。前日跨空間裡面，還原甜蜜時事，已隨塵破缺點。我願能以後捉緊你的手。妈，秦晋和周可搞在一起，岂不是更好？我正好可以顺水推舟把婚给退掉，这下我可算是把他给甩了。你想闯祸吗？秦晋和周和这两个加起来180个戏眼子，他俩要是联手，当年周乐山的事情就肯定会被挖出来，我们秦家大婚就彻底完蛋了。那怎么办？一直是我们这般忙前忙后，怎么能行？也该让那些坐享其成的人出来活动活动。齐倩，你就是这么教育女儿的？本来周乐山进去了，这件事情就彻底翻篇了。但是你那个好女儿偏偏要在外面兴风作浪，还把秦晋给牵扯进来了。你到底能不能管得了她？若文，你少在这儿冲我发火，是你自己教死我方。本来只要周和安安稳稳嫁进秦家，这事儿就算了结了。可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秦恒，他偏偏瞧不上我们周家，非要作死想办法退婚。要不是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能把秦晋牵扯进来吗？你少拿秦恒说事。齐倩，我警告你，你最好把你那个疯女儿给我摁住。你不要以为周和真要把案子翻了，死的只有我们秦家大房。你别忘了，周乐山那个蠢货是替你顶罪才进去的。要是真相大白，你齐倩也跑不掉。
陆婉，你当初明明跟我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把老周送进去，大家就能高枕无忧。你慌什么？那份名单存不存在还是个未知数。退一万步讲，就算真有，周和也未必知道。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家疗养院避风头，就算他周和有通天的本事，也绝对查不到你头上。管好你的嘴，安分点。等等，我只是来这里休养的，没痛没病的，你怎么给我打针呢？金阿姨，好久不见。周和，你怎么会？周和，你疯了！这是绑架！你快放我出去！当年诬陷我爸，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和和，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跟你爸好歹也这么多年的交情，我怎么可能诬陷他？和和，你听阿姨一句劝，别再费劲翻什么案了。你爸他已经进去了，你再闹下去，不但救不了他，连自己也会搭进去的。周和，你在干什么？金律师，你快救救我！这疯丫头要杀人！这是非法拘禁，知不知道？为了一个已经定罪的案子，你要把自己也送进去吗？简直胡闹！秦太太，你受惊了，这就救你出去。好，好。秦律师，今天还真是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那个疯丫头指不定能干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来。金太太，我只在乎秦家的事，周乐山是怎么进去的我不管，我就问你一句，秦家大房参与那件事的细节，你有没有对外人泄露过一个字？秦律师，你把心放在肚里，我向天发誓，我绝对一个字儿都没对外人说过。大家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怎么可能陷害陆婉呢？没泄露就好。我那个大保姆也是真糊涂，好端端的非要动周乐山干什么？这事儿怎么能怪陆婉呢？要怪就怪周乐山他自己太蠢，太不识时务。当初秦周两家明明已经联姻，按理说就是自家人，可城南那块稳赚不赔的重点项目，周乐山那个老顽固非要卡着审批不放，死活说那是什么生态保护用地，不能开发。哼，挡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他要是早点识时务，把字签了，魏文耀和费兴昌还用费那么大劲儿给他做这个局吗？大家早就能够坐在一起舒舒服服赚大钱了，何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他自找的。秦律师，你怎么了？听清楚了。清清楚楚。你
金太太，感谢您的坦诚，您的口供已经被我全部录下来了。呵呵，你把书房弄这么乱，在找什么呢？妈，我在找老周当年批的那份关于城南保护用地的原始文件，只要找到它，就能拆穿秦家大房还有费兴昌诬陷他的证据，也能还老周一个清白了。呵呵，先喝口水吧，歇会儿再吃。谢谢妈。妈，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和阿宗考虑，你爸就是个榆木脑袋，不懂变通。妈，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昭和，别白费力气挣扎，算算时间，药效也差不多该完全发作了。大清，我警告你，你别碰我！我已经跟秦静领证了，我现在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领证？周和，你该不会以为秦静那个冷血动物是真的喜欢你吧？他跟你不过就是玩玩而已。要的人根本就不是你，只不过是想把你抢走而已。无论今天跟我订婚的人是谁，他都要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年我爸就是这么把他妈抢走的，他恨我们大房。秦晋，这里是秦家大房的地盘，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放肆！滚开！还有我！大大要出人命了！ 내 사랑은 아직 널 놓지 못하니까 두려움보다 널 사랑하니까 나를 떠난단 말은 하지만 没事。 벗어날 수 없는 그날 I can feel pain I can feel pain 师兄，马上把云州所有媒体叫到秦家，就说秦家大幸。 눈을 감은 채로 秦律，请问里面发生了什么？听说秦大少受伤了。二少，大半夜的秦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既然各位媒体朋友都在，我秦晋今天就向全云州宣布2件事。其一，就在刚刚，秦家长房独子
秦衡意图对我的合法妻子周和行不轨之事，人证物证俱在，我已经报警。作为她的丈夫兼代理律师，我将追究其刑事责任，绝不和解。其二，关于原云州一把手周乐山先生落马一案，我方现已掌握确凿证据及关键污点证人录音，足以证明这是由秦家大房原市委秘书魏文耀及建工集团费兴昌等人为掩盖经济犯罪，联手设局构陷。我们将正式启动申诉与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申请抗诉与再审，势必为周乐山先生洗清所有不实指控，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秦律，您是要大义灭亲吗？秦少，您知道这番声明意味着什么吗？陆安律师、秦衡先生，你们涉嫌多项经济重大犯罪及诬陷栽赃，请跟我们走一趟。别，妈，救我！陆安律师，请吧。秦晋，你今天当着全城媒体的面把这些话说出来，就等于跟整个秦家彻底决裂了。对你来说，这样真的值得吗？无所谓，我的世界早就空无一人，只有你。什么？我说，从很早以前，从那个湖边开始，我的世界里就只有你。秦晋，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这个糖下去。都没说出口，我想我能够。从那一天没有时间的单位，只有遇见了你以前和遇见你之后，就这样忘了永远有多长。原来当年那个男孩就这样忘了错过的感伤。是我，这一次周和。换我为你从那之后，时光停你就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我步步为营，处心积虑，就是为了能有资格站在你身边。爱你很久。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协议婚姻就到此结束了。周和小姐，请你真正的嫁给我，成为我的太太，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你愿意吗？我愿意。哦哦啊